台湾的人文、艺术和建筑呢，融合了现代、传统、自然与文化。这里呢，散发出了独特的气质与美感，也是台湾最美丽的所在。这海岸线好漂亮哎！我们是去海边吗？海啊。哦，对了，静怡，我记得哦，你很喜欢人文与艺术，对不对？嗯。等一下就带你一起体验一下下。哪里呢？我就先卖个关子。这么神秘。哇哦！好香哎，是这些木雕发出的香气吗？没错啊，这边呢就是朱明美术馆，是朱明老师的创作品都在这里。好多的木雕。对啊，真的栩栩如生。这里的木雕真的是很特别。没错，因为朱明老师呢是我们台湾当代最具有国际知名度的雕塑艺术家之一。你看这些人物，有的一些是打领带啊、围巾啊。老师呢，他是刻画了在都市里面穿梭的一些人物，所以我们可以看一下他的这些线条呢，都非常简洁，然后又有张力，所以很特殊，很有辨识度。每一尊他们的表情啊、动作啊都不一样，好像这个是在捧着什么呢？披萨、咖喱饭嘛，咖喱饭。哎，这是机器人吗？这位呢就是市民129最新的作品。129，你的作品吧？129。哎，这个很像可以拍照哦。跟着抱小米拍拍照。对了。哦，同意被拍，好。电子，好。好，3、2、1，会有 QR code， 你再发给我。好啊，出来了。啊，靓女，哎，不错。来，好，完成。好，我们继续过。好，走。我要倒反站。啊，对，应该站这边。欢迎来到我们的互动体验区。所以除了静静的观赏我们老师的作品以外呢，这里呢还可以做一些动手做的一些。对，我看到教育角应该是比较适合小朋友的吧？对，所以我们童心未泯就可以来这边体验一下。Puzzle， 我想玩。哦，你想玩这个？可以玩吗？好啊，我们来比赛，1、2、3，比什么？我做好了。哇，我好喜欢这里耶！对啊，这也是我们的 outdoor area，80% 都是户外，所以这个美术馆其实是一个户外美术馆。你看这些都是士兵啊。这个是陆军。你相信吗？我小时候呢，都是玩那种士兵的那种小雕像啊。你想不到想不到。哇，这里好大哎。对啊，哇，好壮观啊。这也是作品吗？没错，这就是刚才稍微有提到的太极系列。就是你说朱明老师的代表作太极系列，因为那边你看都是对太极的雕像，好多不同的。是石雕吗？其实呢是用铜，然后里面还加保丽龙把它做起来。老师其实以前是做一个牛，然后还有木桶的这些比较乡土的系列，然后后来呢，因为做雕塑需要很多体力嘛，他就开始练了太极。然后太极以后，他就有灵感，把这些动作呢融入到他的作品里面，最后做出了这个太极系列，变最全。不好意思，我觉得老师好厉害。
他每接触到什么东西呢，他都把它当做创作的元素。可能他对生活的那个触觉啊、感知呢特别的强烈，特别的敏感，所以呢，他会有很多的那个灵感都放在他的创作里面。那我很好奇哦，老师到底花了多少年的时间完成这些作品？老师呢，其实从15岁就开始在创作了。15岁。对，然后这个美术馆呢，他花了12年精心的筹备，在1999年的9月19号正式创立。对啊，金毅想要问一下，你体验了这个美术馆以后，跟你以往体验的美术馆有什么区别？我印象中的美术馆好像都是比较单一的元素吧。比方说讲述历史的话，我们看到的是人物的雕刻啊、雕像，然后又或者是某种艺术品啊。但是老师这边呢，它不只是有木雕，还有铜雕，又有石雕，它就是方方面面它都顾及了哈。然后这个美术馆它厉害的地方在于呢，它跟人家是没有距离感的。你看我们刚才玩得很开心，虽然也是不可以触碰啦，对，不能摸，不能摸。对，但是你可以感受到那种艺术的气息，还有在地的文化。它真的是像你说的艺术、人文还有建筑。我相信台湾应该还有其他的景点呢，也是有类似这样的一个艺术啊。没错，我继续带您体验。好吧，走。走。The mountain views of Yangmingshan are truly magnificent. Within this lush greenery, Master Ju Ming carved his stories into timeless sculptures. Next, we're visiting another cultural landmark embraced by nature, the Beitou Library. 好舒服哎，这里很有度假村的感觉，我觉得很清静又很悠闲哎。没错，这里就是我们台北市北端的北投。北投呢，这里是以温泉最有名，所以他们这边是开拓温泉最早的就是这里。哎，静怡有没有闻到一个味道？有啊，我以为是榴莲香呢。不是榴莲，这个是硫磺。硫磺。对，这边呢，其实在大同火山区这边，然后你可以看到的这个呢，是台湾罕见的青硫磺，这个绿绿的，然后这里还有白硫磺，非常的特别。要不我们下去体验一下？哎，好啊。走吧。走。在这里散步呢，也感觉好像在收纳，有吗？因为你觉得你的皮肤温温热热的，可能毛孔也可以张开啊。香气直接这样飘过来。对啊，可以流汗一下。这里也很清幽哎。对啊。北投呢，虽然温泉很出名，但我其实最想要介绍给你的是这间北投图书馆。图书馆，我以为是诺亚方舟呢。诺亚方舟，这里呢就是用木头盖的图书馆。你是说整间图书馆木头盖的？对，全部都用木头做的。所以是绿色建筑咯。没错，是全台湾第一间绿建筑图书馆。然后你可以看到呢，它的这个窗户很大，所以自然光可以这样子很顺的进去，然后又很节省电量。然后从里面又可以看到外面的美景，所以非常的划算。哇哦，我觉得北投这里呢的人文气息非常的浓厚哦。首先就是建了一座这么大的图书馆，而且呢他们的环保意识也非常的高，一眼望去就是一片的大自然嘛。哇！然后那个绿色跟这个建筑又可以相结合。对，我觉得这也是我们人类跟自然环境的一个共生、永续共生的基本原则吧。好棒哎，这个点子。哇，超美的这里。对。Taiwan's green libraries really focus on the idea that space is education, letting people experience sustainability through architecture. So, Ching-yee, next I'm taking you to another library that also centers its design around eco-friendliness and sustainability. 这里就是高雄市立图书馆的总馆，是一座融合了环保、文化与创意的一个绿建筑。真的好壮观哦！对啊，这也算是高雄的重要的文化地标之一。像北投图书馆的话，会有一种比较小而美，然后有森林书房的感觉；而高雄总馆的话呢，有一种城市绿洲的感觉。但两边都传达同一个信息，就是越南可以与自然共存。想进去看看。好啊。没想到你们平时也蛮多人会来图书馆。平时很多人来，因为人气很赞。
青有没有发现我们走进来这里视野都没有被挡住？哎，是哎，对啊，因为这边有馆中有树，树中有馆的一个设计，其实全球首座悬吊式绿建筑，是用一根根的钢柱把整个每一层都撑起来，所以很厉害的设计。那这个地层啊，它就是采用无柱子的空间嘛，我觉得它的流畅感看起来真的是更加的通畅哎。对啊，你观察非常好。然后这边的理念呢，也是想要让大家体验到，哎，这里的视觉的传统性。哇塞，这些都是书籍做的艺术品哦。没错，这些都是民众捐的书籍。我觉得很有趣耶，木头做成纸浆，制成书，然后到最后就回到原点，就像木头那么硬的艺术品了。那我觉得呢，因为现在是大家都是讲究环保嘛，所以顺着这个趋势，我发现很多新盖的图书馆呢，都会注入节能啊，或者是绿色建筑的那种设计元素。其实啊，台湾的图书馆这么注重绿建筑呢，不单单是为了想要环保或省电。他这边呢，还想用这里空间本身来去教育、去影响，让来这边阅读的民众呢，能深深体会到永续生活的价值。我觉得呢，从不管是图书馆也好，或者是建筑物，就可以看出一个国家对推动环保方面的努力还有用心哦。没错。Taiwan's green libraries are more than just places to read. They embody a lifestyle philosophy of living in harmony with nature. Now we're shifting from land to sea to visit another vibrant place full of life and stories, the National Museum of Marine Biology and Aquarium. Wow， 这个天气我好想跳下水。好啊，我们等下就一起跳下去。好啊。这里呢是台湾最大的海洋主题博物馆和海洋展示区。这里的馆内有分3个馆，第一个是台湾水域馆，第二呢是世界水域馆，还有第3呢就是我们的珊瑚王国馆。Taiwan is surrounded by the sea on all sides. The ocean provides rich fishing resources and trade routes, deeply influencing Taiwan's economy, culture, and environment, as well as everyday life.我好喜欢这里的设计哦，它主要就是以你们台湾的那个自然生态环境为主嘛。没错。刚刚说它是从山到海，所以我们可以看到上游、中游、下游，每一个地方都有不同种类的那个鱼。哇，他们是把整个 ecosystem 搬进来，让他们可以更自然的活在这里。对，它就是整个的生态环境，所以我很喜欢这里。这样子看来的话，就是你们台湾海域的鱼还蛮丰富的，对，那种类好多，真的很多。这是安怎？鱼市场卖鱼吗？鱼市场，请问这个可以摸吗？可以，你们洗过手了吗？哦，这个是摸的啊。对，这里是触摸池。那海参馆我们一天有3个场次的触摸池开放时间，每一个场次有半个小时，所以你就可以来这里认识各式各样，像海星啊、海胆、海参这些。尤其这些生物，它们其实是夜行性的哦，白天对他们来说太热了，所以他们白天会躲起来。摸过去就好。哎，刺刺的哎！你看这个寄居蟹在吃它吗？想办法想要把它打开来。我也是，我超喜欢这种感觉的。嗨，Ching-yee，看得到我吗？哎，他们应该可以逃走吧？往上，哎，可以逃走，他们可以逃走，这样就好。拜拜，fishy。好壮观哦！好大。我可以感受到他们很自由。这里是海参馆台湾水域馆的最后一站，叫大洋池。那我们模拟呢，其实就是台湾东部的太平洋，所以跟台湾是很贴近的哦。那我们主要模拟是浅层的地方，所以你会看得到水面，也看得到海底。那这里的鱼，它们是自由自在的穿梭的。
哇，白鲸哎！原来白鲸这么爱玩球哦，听说他们都有25、6岁这么大了。真的啊，哇！哎，金颖有没有发现啊？这边都没有什么动物的表演。对啊，哎，你没有带我去看表演啊？不是，是因为这边屏东海生馆啊，这边是由教育部设立的，所以他们着重于推广海洋教育，还有 marine biology scientific research。对，所以不会看到这种比较动物的表演。所以这边在强调呢是展示啊，科学研究，然后还有孵育。难怪刚才我们就是看到那个可以互动的展区，就是我们可以触摸海洋生物的，这个很有惊喜，你知道吗？因为一般上我觉得说海洋生物馆应该都是大同小异的，但是这边最大的独特之处就是我们可以去摸那个海参啊、海星啊，不然的话我们长这么大怎么知道海星的感觉是怎么样的？真的，我以前都没有摸过海星，今天可以摸到，真的是对，还有海胆，这个还是蛮特别的哦。The National Museum of Marine Biology and Aquarium showcases Taiwan's diverse and stunning marine life. It's definitely a must-visit landmark for anyone traveling to southern Taiwan. Next, we'll head north from the coast to Chiayi's southern branch of the National Palace Museum to explore another deep beauty of Taiwan, its culture and art. 故宫南院的这个建筑很特别，它的外观呢简约又现代。所以你可以看，主要是用钢铁啊，然后还有玻璃。我还没来之前，我就以为说南院呢也会是那种比较古色古香、带有古代的艺术。我发现到它有黑色和白色，它就是用那种很有寓意的一种设计的建筑，非常的现代化。真的很现代化。我们故宫这边呢，我们会有3个常设展厅，然后3个是特展厅，以及3个数位展厅。那这些展厅呢，我们原则上都会依照文物的那个需求，然后每3个月轮流展出。那这个年表呢，是我们呈现就是故宫这边收藏的近3000年的历史，那有北亚、东亚、东南亚这样的一个文物在这边做一个展示。那现在的博物馆已经不是静态的呈现，而是会有透过一些多媒体的呈现，让年轻人更接近博物馆。老师，我们在进去之前，想要问你一下，像我们这边跟台北的那故宫最大的区别是什么呢？南院的部分包括东南亚这边的佛造像，就是亚洲世界各地制品的一个收藏。那接下来是我们的亚洲制品展厅。那这一次的主题是包罗万象。哦，老师，这是一幅世界地图吗？对。那为什么它的造型两头尖尖的呢？因为我们是用亚洲的地图，然后搭配就是织品里面会用到的梭子的一个造型。哦，对，梭子啊。那接下来我们来看看，这个对地图里面台湾是在哪边？应该黄色或红色的。对，那是红色的，是台湾，那是用台湾原住民的图腾来做一个代表。那我们再来找找看，马来西亚呢？对，你已经找到了。然后这个是东马沙巴、沙拉越。哇，你们都好清楚哦。这印尼啊。好，那接下来我们就到我们的展件这边来做一个欣赏。我们织品展厅呢，还包括了包覆与成物。你的笔画是这样子的吗？我笔画错了，别担心。哎呦！哇，不错，也可以当那个明信片真的不错。写得很好啊。金宇觉得今天如何？我觉得这个博物馆很特别，很有用心，然后也别出心裁，因为它不只是展示文物，它还结合了体验区。对，我是觉得今天的 interactiveness 可以近距离去触摸一些东西，然后又可以那个跟墙壁这样互动啊，我真的觉得很适合各个年龄层，小朋友、大人，然后我自己也很喜欢。对，那你知道吗？这个
这个南越它的文物其实它有接近70万件，可是它每3个月就会换一次嘛。那它每3个月展出的那个文物呢，只有1%耶，也就是说少于7000件哎。所以你想看，它就是激起了我的好奇心。我们要来的不只是一次哦，要来好多次，你才能够把这个70万件的文物一次过给看完哎。那么这样我们就每3个月来一次，对不对？真的哦，真的，一言为定。一言为定。好，我们继续过。The southern branch of the National Palace Museum showcases the fusion of art and the beauty of faith, a faith that also flows through the daily lives of Taiwanese people. Next up, we're stepping out of the museum and into real life, heading to Lugang Longshan Temple in Zhanghua to experience the power of traditional culture. 鹿港龙山寺呢，是台湾最著名，也是历史最悠久的龙山寺之一哦。我对这方面比较不了解，所以呢，我有请我一个好朋友鹿港的朋友来介绍一下。真的是很有传统古庙的味道。没错。哎，阿凯，好久不见，好久不见。阿凯很厉害，他对鹿港的文化超了解，然后对庙也是很了解的。应该这么说，我其实从小在这个地方长大，所以特别对龙山是特别有感情。这个地方很特别，就是我们上面的这个八卦藻井是台湾少数能够看到是戏台跟建筑结构合在一起的。这个就是我们传统的音乐厅的设计，我们叫八卦藻井，是鹿港是泉州人经商的大本营。那泉州我们知道很多的一些富商人家，他们喜欢听一些雅乐，叫南管。那这个地方就是南管的演出的戏台，其实这边我们到今天的春秋2季都还会使用这个戏台，还延续到现在。对，没错，这个地方是就全台湾很多的传统建筑的一个美术馆，就在这个地方。那这个美术馆其实是很生活化的，就是其实我小时候都在这个地方玩，它是我的游戏场。这个地方是鹿港最安静、最舒服的地方。这个地方就是整个龙山寺的心脏，你们有听到现在的声音吗？诵经。对，诵经是在后殿有一群婆婆阿妈们在诵经。我们先拜拜，跟观世音菩萨打个招呼。可以感受一下这个很庄重的一个氛围。有时候也来这边地方那个跋杯求签这样子。我们到后殿吹个风好了。那你为什么会推荐我们来鹿港龙山寺呢？如果来鹿港只能去一个地方，我会推荐来龙山寺。其实我们刚这样走了一趟，我发现龙山寺，你们不觉得这里很丰富吗？就是你看有音乐厅，或者是说我以前成长那个地方游乐场，像龙寺，我们在这地方拍照，或者像观世音菩萨，就在前现代时期是鹿港人的心理咨商室。我觉得这个地方它几乎凝聚了，不管是鹿港人或是台湾人的生活的缩影，你都可以在龙山寺里面看到这个国家、这个社会很丰富的面。通常我们去每个国家都会去参观他们的古迹，这里就是非常棒的一个地方，可以了解你们的古迹、你们的文化、你们的宗教信仰。我们知道说，这个是他们心灵寄托的一个重要的重镇之地。这个龙山寺有我们台湾的这种人情味，又有对我们宗教的虔诚的信仰，然后大家一个 family 在一起，觉得真的是很好的一件事情。它会是传到世世代代哦。没错，你看阿凯，以后的小孩子也都带来这边玩。对啊，你的上一代，你的上一代，然后你的下一代。这是为什么龙山寺对我来说跟别人庙不一样的地方。太感谢你了，阿凯。不会，很开心你们来鹿港，有机会再过来。好啊，谢谢。Wow, this century-old temple is truly beautiful. It's not just a place of worship, but also a vessel of time, culture, and human connections.